有人问第三次华山论剑，新老五绝的实力该如何排名呢？我们知道第三次华山论剑并没有进行比武争斗，而是众人口头推举和口头定榜，最终敲定出了新五绝。他们分别是东邪黄药师、西狂杨过、南僧一灯、北侠郭靖、中顽童周伯通。可以说，除了东邪黄药师不变，旧五绝的名号全部被彻底改写。那么他们之间究竟谁才是新五绝中的天下第一？有人说是周伯通，有人说是主角杨过，也有人说是大侠郭靖。至于一灯和黄药师，似乎大家都默认他俩排在末位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因为这次论剑他们没有打过，所以想要得出结论，我们还得找一个参照。这个参照就是金轮法王，新五绝几乎和他都有过交手记录。首先看杨过与金轮交手，很多人喜欢凭结局定论，说杨过最后打死了金轮，所以杨过才是新五绝第一。再看周伯通和一灯的表现，两人都曾在绝情谷与金轮单挑过，可他们久战之下根本奈何不了金轮，最终因为双方体力消耗过甚打成了平手。说实话，这个战绩并没有杨过出彩，是不是就能说明杨过强过周伯通和一灯？其实读过原著的就会发现，杨过刚开始与金轮交手并不轻松。旁白说他应接金轮掌力时，曾暗自心惊金轮竟武功大增，杨过都险些招架不住，后面用长剑与金轮对攻，不仅全部被金轮轻松格挡，手中长剑还被金轮震断。当时杨过还后悔自己没有带玄铁重剑，要不是最后触发黯然销魂掌，恐怕杨过也是凶多吉少。所以短期的交手并不能简单的得出结论，否则一看杨过和周伯通百花谷一战，其实最能说明问题。当时周伯通不用九阴真经加持，仅凭空明拳和双手护脖术，就逼得杨过只能被动招架。最后杨过使出绝招黯然销魂掌，才与周伯通打成平手。其实这里就推翻了前面的结论，按道理周伯通奈何不了金轮法王，杨过能击杀金轮法王，是不是杨过就比周伯通厉害呢？可是百花谷之战两人又打成了平手，所以并不能用一场战斗来简单对五绝实力进行排名，只能说作者是个端水大师，能位列五绝本来就是实力伯仲之间，不会有特别大的差距。杨过的强之所以表现突出，是因为他的黯然销魂掌是三部曲中的顶尖杀招，他具备最极致的爆发能力，可是有个致命缺陷，那就是极度依赖心境情绪。心绪悲苦时掌法威力通天，能越级碾压所有高手，这时候说杨过是五绝第一，应该没有人反对。可一旦心境平和，掌法威力就会直接腰斩，战力几乎跌落一个层级。可能是作者不想让五绝之间打破平衡，所以才间接封印了杨过的上限，否则杨过一出手就是黯然销魂掌，那还打什么？只有这样才能让五绝之间优势平等。你看周伯通虽然年纪大了，但胜在稳扎稳打，心境超然。一灯大师先天功搭配一阳指，内力最是绵长持久，还自带疗伤绝技。黄药师的身法冠绝天下，不仅战术诡谲，而且精通奇门遁甲，远程拉扯周旋，最占优势。至于郭靖这些年，大家对他实力多有质疑，说他一直忙于镇守襄阳，肯定疏于练功了。16年后实力或许不进反退，但你通读原著就会发现一些细节，足以证明这个结论是错误的。首先就是五绝权威佐证，黄药师与杨过在酒楼切磋后，曾感叹普天之下只有郭靖的降龙18掌才能硬汉杨过的黯然销魂掌。郭襄视角更是明确这个观点，他说如果论掌力刚猛浑厚，恐怕当世无人能比得上他爹的降龙18掌。除此之外还有跨书认证，张三丰也说过自己虽有100岁修为，但论内力也不过堪比郭靖和绝远大师。这些观点其实直接坐实了16年后的郭靖论内力浑厚，足以稳居新五绝顶端。所以有网友问，为什么作者第3次华山论剑不安排他们比武？其实这不是敷衍，恰恰是全书的点睛升华之笔。换个角度理解，或许你就明白了。如果说第1次、第2次华山论剑争的是天下第一武学高低，那么第3次华山论剑，作者想说的就是人无完美，武学无穷。新五绝并没有谁稳压谁一头，而是各有千秋，各有短板。可能有人胜在爆发，有人胜在稳健，有人胜在续航，有人胜在灵巧。顶尖高手之间的较量，其实差的从来不是功力多寡，因为能达到这个层级的，内力几乎已经达到凡人上限了，想要再进一步几乎不可能。最后比的往往是各自的状态和心境。你看金轮法王与杨过结尾战，虽然刚开始占了优势，但斗到300招以后，他心态就渐渐崩了，足以说明金轮法王的战力虽然顶尖，但是他的心态还没有达到五绝的层次。当然，如果新五绝非要排个名次，小编认为这个排名应该合理一些，但这只是小编的个人观点，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讨论。